那你想要找到一段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我想要找到一段灵魂伴侣，找这个非常的难，这也是为什么我单身这么久，就是还没有找到灵魂伴侣吧。本集由蓝星 Villa 和337同居约会赞助播出。我其实会有开始想要去进攻霍建华，我就觉得一直叫霍建华好好笑。真的假的？我有开始想要进攻霍建华，可是我心里面又会觉得他有一个距离感。但他是很被动的那一种吗？目前不知道他主动还是被动。那你还要追人家霍建华？对啊，而且可是我就觉得这种主动的追求跟你是1还是0，是不是其实没关系啊，没有关系，对不对？然后他说他就有跟我讲说，他觉得自己可能是0.8，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很1啦。哎呀，那是还没有把他换过来。对啊，然后因为我是 Switch 啊，因为我是 Switch。哦，然后我还超级马里欧嘞，叮咚叮咚这样。那他早就绑定了才对啊！如果他是一见钟情的话，我觉得他好像也不完全是一见钟情，他好像是用删去法，就是他把他完全多到可以用删去法，就是他只剩下4个人是他觉得有兴趣有机会。里面有你吗？那你赶紧追啊！等屁啊！好哟，等个屁啊！好哟！你再等下去，好哟！我等下就要进去喽。你在威胁我吗？你威胁我？我等下就要走进去了。你在威胁我吗？要勇敢追爱一下。所以你觉得又是你现在觉得最有威胁性的对象吗？对啊，太真心了。有点担心，怎么说？就是因为其实我昨天有跟另外一个女生约会，你说自信恋的部分吗？不只是很聪明很吸引我，然后她也很喜欢讲烂笑话，什么烂笑话合集啦？就是那是一个团体吗？是一个组合？就是她又聪明，然后又会讲烂笑话，然后我昨天跟加分，我昨天跟是超加分，然后我昨天跟她出去约会的时候，我快乐到不行了，就是那个笑声没有停下来过，好闹哦，就很快乐，然后我就觉得哇，如果就突然有想象了，就觉得说想象空间，对，就如果跟这个人可以一直这么快乐的话，好像还蛮幸福的，对。然后可是你知道昨天晚上就有发生一个小事故，就是我后来有进到房，因为他跟我同房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的问题是这个意思。然后你知道他就做了什么举动吗？这样，他就抱我他就是整个人这样子跨在我身上，然后抱住我。加分，加1万分。可是我目前的感觉是好像还好。就讲了那么多，就还好了。我先帮他哭一下，不好意思，帮他哭一下。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搞不好我面对他的话，就是可以循序渐进的嘛，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性张力就是很重要这个。但他在我就没有性张力。可是我一直在观察嘛，一直在观察这个女生。今天我不是早上我有说，就是其实我很累，然后情绪有点起伏嘛。我跑上楼睡的时候，大家都醒了。然后那个女生她发现我回床上，然后睡觉，然后都没有说话的时候，她就默默的帮我把窗帘拉上。哦，好贴心。对啊，然后我又突然觉得好心动。加大分，就是这个女生怎么会这么会注意小细节？但是如果她年纪真的很小，你最多可以接受差到几岁？好啦，那可能正负5岁吧。其实5岁已经range很宽了，对不对？因为我很怕我吃不到，没有啦。不会啊，我跟你讲，我觉得在这个圈子里面，就是你年纪越大越值钱。真的吗？我觉得就大家都喜欢姐姐啊。真的吗？大部分啊。可是如果就是年龄虚长，然后就是还是一样很幼稚，应该是不太可能吧。有人无故中弹，不知道是谁，但不是我。我自己讲我。不会吧？我笑死。其实我现在最有好感的会是跟我同房的那个女生。是因为他有太多点都很重，就是他又聪明，然后又会讲烂笑话，然后他又很贴心，那我就觉得这几点就是集结这所有的优点于一身。对，可是他就是没有也不是最重要，就他就是没有那个很强烈的那个性张力这样啊，没有到非常强烈，好重要。就是我觉得他比较，如果跟他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会是很开心的，很开心，但是我就会比较难想象跟他
跟他有亲密互动，比较难想象。可是我很清楚知道，就是我跟他呢感觉也不只是纯粹只是友谊上，就是我对他是有心动的。跟你分享一下啊，因为霍建华他就是感觉他也是一个有点硬的人嘛，所以就是跟他聊天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很顺，就是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开玩笑，或是可能要撬开他一个开关这样。教我一下好不好？你很会敲吗？啊，你感觉就很会敲。敲哪？敲头。打开那个心门的部分吗？对啊，就直接戳他嘎吱窝，叮咚这样。看你好会哦，你真会这样子吗？要看人，如果他对我没有跟我有距离感的话，我都会；如果他一直不笑的话，或者是一直在那边装酷，他会笑，可是他就装酷。装酷的话，我就会这样叮咚。哎，我觉得你就问他，我觉得你是很可敬的对手耶。可是我很多人在的话，我应该不会这样。我觉得你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我面对那么多人，我是什么样的状态。而且刚刚在听你的描述，你也说你喜欢有点肉肉一点的嘛？因为霍建华他不是纤细的那种。哦，我不喜欢纤细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危险了，危险了！我总觉得可能霍建华下一秒就会被。喂，霍建华吗？洗好等我。在线等，在线等。太直接了，在线等。哦哟，烦而且我觉得霍建华就喜欢很女的那种啊，感觉你就是他会喜欢的很女的那种。以我对佑轩的了解，然后如果他跟 Chris 出去的话，他们会是合的吗？这就是我第一眼看到他，我脑中马上闪过的最担心的点。我会想象 Chris 如果跟他约会的话 ，Chris 应该也会很开心。我觉得 Chris 应该会喜欢比较没有包袱，然后很大啦啦直接的女生。然后刚好她就是又漂亮，然后又大啦啦，所以我就那时候就觉得完了，就是完啦。就是如果是又跟 Chris 单独约会的话，那我就觉得哈，那搞不好就是又就会超中 Chris 的。好好喝，这个超好喝，美食评论家，好喝哎！天哪，你也太贴心了吧！加分，加分耶，加到爆！我帮你摆盘一下，好像摆得很弱的感觉。我再重新尝试一下这个美感的部分。OK。我尽力了，你很棒，你很棒。其实我觉得有第一步就好了，不用在后面多余的。我觉得佑也很喜欢我一整天下来的聊天，我觉得佑也很喜欢我，而且我觉得佑人很好，很大方。我会跟他撒娇说：“那你可以帮我化妆吗？”他也都直接说：“好啊，我帮你化啊。”这样子，这个部分觉得很开心。你想要怎么被求婚？如果是你被求婚，你要高调求还是低调求？我被，对，你没有想过你被低调2个人而已吗？还是可以有亲近的好友5个最多，你说扣掉你们2个是3个10个以下好了。10个以下，亲朋好友，不用亲，不用给家人，太尴尬了吧？就我阿嬷。那你爸还不能接受？那你有想过是你跟别人求吗？有，应该好像都可以。你有预设到我会选你吗？如果选别人，我会觉得很惊讶，然后我会很吃瓜，你跟那个人发生什么事情，我会想了解，就觉得我有哪里没分析到嘛，这样。哦，对，好，因为整个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不要哦，我不要。哎，这很大哎，还没出餐。等一下，想称赞一下。这很大哎，这虾头很大哎。干嘛？这很大。完了，要不要休息一下？这样真的比较好吃，很嫩。很好吃哎。
约会前跟约会后对这个人心动的指数1到10，那个别是几分？那去约会之前，可能就是4.5或是4，就真的没抱什么期待。约会完之后，因为它反差真的太大，应该有加到7.5。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分数，这种样心动，会开始在意 Scarlett 跟其他人来宾的互动？会，我觉得会。没有，我在想你会不会有问题想问，但还好。然后一直问很奇怪的问题，会啊，你会觉得我问的问题很怪吗？不会怪啊，普通吗？因为我之前问你们很多问题，所以因为我觉得我问的东西其实都蛮表面的东西。你也可以问不表面的东西。我问不表面的东西，今天约会好吗？好玩啊，蛮好玩的你。说因为免费听到是，工人戏唱，就是我觉得你让我发现一些你反差的地方。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就在约会之前，在约会，因为我们没什么讲话嘛，然后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我们去你房间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是像你朋友喜欢的你一样，就很紧张。比较安静。但从昨天开始，好像就觉得，好像你有放开一点，可能只是需要时间。挖土机，对吧？可能只是需要时间。那我有反差吗？我觉得在预料之中，因为从第一次见的时候，就可能就是你讲话就是方式，然后还有语句蛮顺的，然后提问也很流畅，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大部分在预料之中。而且你抛问题真的非常快，然后想说你是不是有题库，脑中有题库，分我。不是，我是顺着你的问，就顺着你讲提问。我觉得很意外的是，他是真的可以做到，就可能我回答一个东西，他就可以顺着问，虽然是转得很快吧，然后就有点像是在包容我的对话这种感觉，然后就感觉比较没有真实的碰到核心。在这一场约会里，我觉得想话题或者是接他的话，有时候会有一点小小吃力的感觉，因为我们的沟通有点像是我尽量提很多问题，然后他回答了之后，他会等着我再抛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他今天对我有一个评价是，我这个题库嘛，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对，我尽量当个题库，因为如果你没有太多问题问我的话，那我也不会希望我们的约会就是没有办法了解对方更多嘛，那我会尽量抛问题。那这样我会就是会不会分到哪一边吗？还是就是还是一样在灰色地带？但还好。那就是会被分到可恋爱区。那昨天李儿对我说，他没有把我当做对手，他只是说我没有把你当做对手，然后我就李安这样讲，对啊，回去揍他。下去不是死，他说看到你有火花，就是我会被分到可发展对象，但是我会觉得就是他是不是因为我们在约会的礼貌才这样子讲，就是我感觉就是他感觉了解我比较多，然后但是我感觉就是他好像就是也没有透露太多他自己比较多的事情，但也有可能是我话题开得不够好，我有在检讨。但我是这样，你还会想要再出来吗？看你有没有被其他人约走吧？你说我吗？李恩，还有李恩呢？救命！可是他是直接从桌子对面来，不是我的对手，我没有把你当对手的。他开玩笑，他只会喝酒，这边乱讲话。他捅破我。李恩这个人讲话也真的是蛮欠揍的，我觉得他是开玩笑的，但是他的开玩笑成分里面可能也有一部分他是认真的在里面。我觉得我也没特别想什么，就觉得蛮欠揍的，可爱的欠揍，人没必要讲，硬要讲。因为李恩感觉学了很多人，如果我是旁观者的话，我会觉得蛮可爱的，但是突然被指到，但是被指到其实也觉得蛮可爱，因为
他就很可爱啊。外观就很可爱。对啊，因为他衣服挑的很好看。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可爱的人，就是虽然讲话有点小尖锐，但是不影响到他散发出来的那种活泼感。今天让我有点意外的事情是，就是 Ellie 不止话蛮多的，而且她的肢体动作其实也蛮多的。回到宿舍之后，在沙发那一带，她可能是牵我的手吧，类似。我当时想的是，天哪，她真的，她怎么会这么主动？这不是我认识的她。对于这样的肢体动作，顶多就是不会拒绝。但是我没有觉得我有在回应他。新人类，嗨，为什么大家都那么严肃哩？因为刚就是对有一些环节，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你要先整理一下心情嘛。啊，怎么了？为什么？发生什么事？就等下会有一个告知你一些事情。大家可以笑一下吗？我觉得这个有点严肃可以不要这样。这不是好笑的事啊！你也可以平常心就好。不要啦，为什么？最好做点准备啦。你赶快整理啊！怎么样啦？我是要被换房了，是不是？还是我要被赶出去了？换房有什么好那个？还是我不能再录了？我觉得你先整理一下心情，然后就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好快呀！我心脏都跳我的心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我觉得干嘛啦？我觉得你会喜欢他小哲吗？哦，你哦，说你哦，他说你会喜欢他，但是你喜欢他吗？超喜欢，但不是那种，就是反正就超喜欢。你现在喜欢哪几个？数不清了。我跟你讲，你等下一看到他，你就会知道说哦，为什么？你知道他等一下自然就会有丘比特射到他心中那种感觉。我觉得会耶，你是那种一见钟情型的，对不对？对啊。那我觉得还是你等一下就先跪着往后看。完了，我觉得完了，就是你等一下一看到他，你就会觉得我再也把持不住，然后就开始展现你的真本事。我好奇，那你会跟他抢吗？没有啊，我喜欢的是他。所以我如果要抢的话，我会跟他抢啊。然后我就想，然后我就想说，好算了，没有。可是我想说，算了，如果是你的话，就让给你，让给你。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太强了，抢不过他，他长得超漂亮的，我要怎么比？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在看节目的直播。他的一个情绪开了，就是会很大吗？那我不知道会不会造成 Chris 的小压力或是什么的。我不太确定，就是 Chris 有没有接收到我很喜欢他的这件事情，我都没有真的跟他私聊，我就只是在大家面前说，我很喜欢你这样子。如果今天我是 Chris 的话，有人这样子对我，我会觉得那又怎样？那你有没有直接跟我私聊，然后很认定我这样子？我那时候内心其实感到非常的不安，就觉得说有佑的加入，那可能 Chris 之后他可能也不一定会选择我啊。刚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女生超好笑。就如果我今天是 Chris 的话，我觉得她是搞笑女吗？她超搞笑，对不对？对不对？那搞不好我很喜欢搞笑女，还是你要跟 Chris 讲啊？还是要跟 Chris 讲？你不要。不然我觉得你也会是你的菜，因为她就是长得超漂亮，然后又很搞笑。其实我会对这个来宾有点好奇，就是他的形容，我会想要知道到底是真是假。一方面就是除了聊天以外，会想要知道这个人会不会是我有兴趣的对象。就是你觉得你很难赢，那你会去抢吗？抢？你说跟他抢吗？争取啦，我们讲争取。我会争取，可是我觉得如果就是他企图心很强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完全没有理 Chris 的意义。对啊，你们怎么两个自己聊那么开心？一点都不 care Chris， 他到底怎么想？我干嘛不开心哦？没有啦，你们讲什么都不会不开心。可是因为 Chris 还没有，就我会想要等到 Chris 真的看到对方，然后再去问 Chris。那现在 Chris 有什么心情？是这样的心情。Chris 真的跟佑约会完以后超喜欢他的话，你会怎么面对你跟佑的目前的友情？那我能怎么样？我就祝福啊。没有啦，那我就去旁边读书啊，我就去旁边先哭啊，没有啦，我就去。好啦，其实我就是会超难过啦，怎么样？来啦，Hello， Hello，
好多人。欢迎光临。很高兴的见到你，满心欢喜的欢迎你，欢迎，我们欢迎你。好，我就觉得真的很漂亮，因为我原本想说那么夸张嘛，跟我们里面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像。高挑精致，身材很好，稍微有点距离感的人，没有所谓的这么韩系，我觉得还好。就像李恩讲的，就是个很漂亮的人，而且我也注意到非常多来宾眼睛都在发光呢。你好，请问您那个有什么绰号？不是，你在笑什么？啊？你在笑什么？我说他直接开始访问，很好笑。我看一下，好紧张，等一下。哎呦，很紧张，哎呦，很紧张。进门看到大家的第一刻心情是慌张跟焦虑吧，因为大家都一直在看你，然后你就很难控制好表情。对，我的脸就很尬。就是你有什么绰号吗？我叫刘佑璇，然后大家可以叫我佑就好。哪个佑？佑就是 What's up 佑的。佑 What's up 佑？右边的右。哦，佑。你觉得他会对你的感情线造成影响吗？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对我的感情线造成一点影响，是因为我现有的感情线里面已经有一些我觉得发展可能性不高的人了。那剔除掉那些人之后，出现了一个就是至少外形上很吸引人的人，他可能会变成新的主线之类的，也没有人知道。我刚才有稍微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对他刚刚有稍微说一下，就是你的黑历史，没有黑历史，差点被打到。我说你就是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可是你没有那种美女的包袱。嗯，对。然后我顺便说你就是潇洒过来的。你把大家的期望值拉得太高了。没有，你没有。哎，大家我真的没说谎吧？她真的超级漂亮，对吧？是不是？全部给我点头，真的很漂亮啊！点头如捣蒜。而且她真的是。老实说，就看佑轩的外表的话，我会觉得他就是个直女，我没有感受到弯。如果他真的要跟女生在一起，他会在一起的类型应该是帅 T 那一类型的，或者是 T， 但是自我认同可能是希望人家叫他们男朋友的那一类型的 T。我在餐厅的时候，我远远的拍他，跟近距离的拍他，我都觉得天哪，这个人没有死角，就是360度全死角美女，没有死角，就是长得很漂亮，然后又但讲话就是神经病跟疯子这样。好，你们两个自己聊啦。小燕之夜，小燕姐鼓掌。对啊，他竭力的帮你介绍你啊，或搭起一个桥梁，让大家认识你。这个行为对你来讲，你的感受是？我觉得还蛮感动的耶，大家都很帮我，然后也很照顾我，然后他可能有些帮我铺垫一些，虽然他把大家期望值拉得很高。如果现在就是大家这样看过来，你会比较对谁有兴趣？如果单选选不出来，可以复选啊！你不要全部都选，因为就是做人不用这样。做人不用，你可以选到你满意的数字。对，我觉得九旭跟小鹿，你们中间那两个。哦，不是我们。我喜欢他说话的那个艺术。那你有观察到 Chris 在佑轩进场以后的各种反应吗？其实老实说，我一直死死的盯着 Chris 的眼睛，然后想要观察他看到佑轩进场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不过他看起来好像还蛮心如止水的嘛，其实心里面好像就觉得啊，对啦，果然 Chris 应该是看相处的吧，就是所以我还是有胜算的吧，这样子。我叫什么？嗨，什么？他是你才啊？是吗？新来宾吗？没错，我是新来宾。啊，真的假的？请坐，请坐。哎，还好，只有2个人。我可以坐哪边？哎，哪里还有位置？那就是小哥旁边啊。太空了吧？这小哥旁边。Hello， 开始打扰了。我叫举例，平常没有在上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户外的活动，不是爬山，就是骑脚踏车去户外走走这种。那你觉得你自己在感情里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没有特别想过我自己是感情是什么样的人毕竟单身有点久了。你单身多久？我单身快5年，就是这5年之间，我当然也有发现自己的问题，就是到底为什么会单身那么久。好像我自己可能也不够积极，然后生活中也没什么机会认识圈内的人这样子。我觉得我想要找到一段灵魂伴侣，
找这个非常的难，这也是为什么我单身这么久，就是还没有找到灵魂伴侣吧。那你有期待在这里遇见什么样的人吗？我的灵魂伴侣，你一定是艺人对不对？什么？对，哇哦，你竟然这样子直杀人生，他竟然这样，想说该死定了。我们可能会觉得一个新来宾他会有一点紧张，他现在就直接嗨，他说哇，但我最有印象的就是小鹿，因为他直接转头，然后看着我，然后很大声跟我说 “hello” 这样子，然后就一直跟我对话。觉得你走进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有眼睛亮起来的感觉，因为他给人的 vibe 其实非常非常的舒服。OK， 如果你现在心中的那个紧张程度1到10分，你现在大概几分？此时此刻1到10分吗？嗯，我看我的脚就在发抖，他的食指在打架。对，就10是最高，然后就应该有快10吧，9.5这样子，我觉得超级紧张的。10，对。我刚刚说我脚趾抠出31点这样，然后还可以卖。他感觉就是对自己蛮自信，然后又很自在，然后也不排斥去说出他现在也是蛮紧张、蛮混乱的状态。好，现在轮到新来宾们要发挥咯。待会你们2位可以各选3位来宾，单独相处聊5分钟，但是不能选一样的人。你们可以先猜拳，赢的人可以优先选择，然后另外一个人再选择，这样子。剪刀石头布。来，我先吗？我先你。哦，好。因为那时候我们坐着的时候，他往这边靠，然后我就有跟他讲到几句话，就蛮喜欢他的个性嘛，就是整个散发的氛围是我喜欢的。像这，对。然后第2个想选 L 吧。又选择我很意外哎，我就是在等着他选人，然后就听到我名字，我就哦好哦，所以我很认真在思考，等一下要跟他聊什么。这不想被选走喽，还留给他机会这样。对啊，中间那一区都没选呢。好啦，小鹿好像有点将就。没有，好，没有啦，没有将就，没有。被他选的感觉一定是开心的，可是我觉得他只是因为我跟他第一个打招呼，然后我又比较带动气氛，我觉得并不一定代表他有想要认识我，我觉得他只是觉得跟我聊天比较没有那么尴尬吧。还有 Chris， 什么意思？这什么反应？这什么反应？没有啊，很会做效果。Chris 不要那么开心啦，你们好气急烦，狂擤鼻涕。我觉得又会选择我的原因，应该是我的名字应该算好记吧。我看到佑轩选 Chris 的时候，就觉得反正该来的就是会来啊。有吗？有吗？九旭。然后大家去开挖土机。我觉得我想选的就是因为我想找艺人，我想找会跟我聊天的人，不然我怕那5分钟没人跟我聊天。所以你觉得那个是你可发的这个呢？我觉得2个都算是可恋爱剧。那硬要分哪一个比较高？硬要分的话，哪个的兴趣比较高？如果今天要选一个出去，我觉得他适合恋爱，他可能适合结婚。如果要这样分的话，那哪个适合打炮？再选一个打炮，人家很会哦。如果是要打炮的话，那肯定是他学坏了，肯定是他吧？没有啊，谁说的？谁说的呢？你怎么这样子讲？干嘛一直就是？你们为什么一直问我？你们来可恋爱剧吗？他们两个感觉就是看你们2个啊。我会觉得有点烦啊，因为我选他那是我的事情，对他有兴趣的人应该蛮多的，很多的的人自己也对他有兴趣啊，别总是这样。好，你们也不要继续躲问题啊！来，可恋爱区吗？这2个，我觉得这2个都是可以再认识看看的，所以其实都可发展。这个都给一个问号。好，那都问号，因为我本来就是都是这个你说不可能。现场的时候有一些人也是都。我觉得那个我会想要再多认识。哪一个？你说君你们要吧。等一下，为什么他会选我？不要躲。我跟你说，你就是性张力饱满的人，你就性张力拉到满的人，大家都想跟你打炮哎。不是啊，说真的，
说真的，快点救我！没有啊，因为你就散发出一个很帅的感觉。没有，我跟你讲为什么他选你，因为他说其他人都太女，你太女了，你我们两个是现场最不女的，相较。可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很女，我搞不好很女啊，我搞不好没有，你穿这个透透的就。你干嘛笑？你干嘛不开心？干嘛不开心？什么？我说我搞不好自我认同超女啊，然后他们两个大笑。不是啊，因为你为什么要不开心？为什么要突然不开心？就是我可以有我自己的性别认同啊。可以啊，我跟你说，那我觉得你应该也会蛮喜欢跟她聊，因为她也是一个很叛逆的女生。喜欢哦，好，她很叛逆。怎么样？我很叛逆吗？刚刚约他打球哪有叛逆？刚刚那个观察就是一点点，然后就觉得还要怎样，就跳起来这样。Alba 跟 OK。那我想问你，就是你那个看到他的时候，你的那个心动的级数，你有那个吗？不揪的感觉吗？我想知道你心动的级数。她不是我典型会喜欢的那种外表，其实，但是我同意她很漂亮。漂亮是会触动到你的漂亮，还是观赏客观的漂亮？到目前是观赏客观的漂亮。但我觉得他有反差萌，因为我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是他给你多少钱？对啊，他一直在推销在推。你为什么要你说他多少？我们知道他一定会有一些反差，就是然后我们也认同他很漂亮，但就是待认识啊。而且你一直讲人家外表，有没有可能我也是蛮重视内在的？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原本不可能吗？原本不可能。没有，我就自卑嘛，好吗？就这样吗？我就自卑啊。你不要自卑嘛，我就说每个人喜欢的 type 不同。我今天跟他拍照的时候，觉得我在他旁边看起来脸超大。你干嘛要这样？对啊，我真的觉得你不必不要一直把自己跟别人比较，这样会。而且你是我们这里面就是外形来说是真的很特别的，我觉得很可爱啊，一定会有人喜欢你的型啊。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更 focus 在自己的线上面，因为我没有那么想要成为大家的焦点。我觉得大家焦点应该要是平分的，但因为我们有一个李恩，他很喜欢讲话，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李恩的关系，他跟大家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是也很舒服、很可爱的。可是就会变成把大家的焦点放过来之后，我会觉得压缩到其他来宾他们机会或是关注度。我希望可以分散一点。有出柜吗？有点算是一半出，但是我觉得现在拍这个就是全出了啦，对啊。所以之前是半出，现在是全出的。对啊，就是朋友基本上都知道啊，但是家人比较有点半这样，长辈们比较还是保守一点。对啦，长辈们就乖乖吃饭，然后乖乖孝顺他们就好了。对，我觉得我也是一样想法就我觉得我好像生活中大部分的朋友是知道的，但是要面对家庭的时候还是会有点不太忍心想，就是不知道我就觉得不忍心伤害就是把我们养大的人那种感觉。以他们的观念，他们一定会觉得这个他们也要花很多时间消化。对，他们也要花时间去消化这件事情的。小泽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温温的女生，感觉像姐姐，情绪稳定的人那种感觉。其实情绪稳定在市场很吃香大家就是生活压力大。因为我觉得女生大部分都是属于情绪会比较多的，相较于男生比起来的话。Hello， yo，stop。你好，你好，我是娜娜。好，我们只有限15分钟，你有什么好奇的你都可以。没有，我就想说觉得你特别好相处，所以想要多认识你一下。都认识我。好，就觉得一开始很赶吧，一开始进来就问我说有什么东西想要问他的，然后赶快。但当下我觉得其实蛮有压力的，太赶了，就是我没有时间好好看这个人，然后我就要问问题，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蛮困难。这2天，你有特别就是喜欢的对象吗？还是什么的？我这2天就都有出去约会然后约会，第1天就是认识嘛，然后第2天开始出去约会，第2天是 Chris， 就是你刚刚选的对象，所以大家才爆笑。对，大概我不知道，我猜啦。好特别。然后第2个是 Scarlett， 就是 Chris 旁边那个。这样子。对。你要说你比较强吗？比较强势。然后你喜欢对方是互补的。对。所以你会希望对方。应该是说，就是在感情里面跟朋友差非常多。我朋友的话就很随和，可是如果是另外一半的话，就会比较希望对方可能我们会要可能一直沟通之类的。
照顾的部分倒是还好，我其实以前在感情里面都是比较多被照顾，就互相啦，互相。可能他做不到的事情我就会做。但是你说你比较强哎，对，就强势的话可能观念吧。哦，对，可能或是一些比较大方向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强势，但是可能平常琐碎的日常生活，我就希望 OK 就对方 cover 也 OK。那下面如果你真的明天要选一个约会对象，是真的那种你觉得你刚一眼看到你觉得可发展的，虽然有点难，好难哦，抽根烟，可以抽。我想要帮他赶快理清这里的状况嘛。就是我能做到最多的。最后我就问他说：“你到底有没有就是在这边一定要选一个约会对象？出去的话会是谁？”可发展吗？可是我觉得我也很看那个频率。我觉得如果我跟这个人讲话频率好像一开始就没有对到，我就不太会想要继续下去。对，感觉你可以很快分辨，是不是？因为我蛮了解我自己的。所以但是我还是比较想选你出去约会。我说哈，为什么要选我？我觉得他猜应该是更那边的，所以我觉得我只是自在的那种，不是他会小紧张的那种。如果真的是第一个来，我可能不会选那种我会很紧张的，会选一个相对舒服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骨子里应该是有趣的灵魂，只是他一开始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比较闷骚一点。你说是那种，因为自在而已。没有，就觉得还蛮好玩，就是觉得你是一个有趣的人。OK，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好，再借你那个贴纸。耶，我们就可以 match。我已经贴了昨天，因为他痘痘一直不消。真的假的？真的，太可爱了。好，那你还没问谁？你还没问谁？你有想知道谁？先不要那么赶，先不要那么赶，我现在压力超大，我现在问不出来，让我脑袋宕机。然后你今天晚上吃什么？哦，我今天吃那个意式，但是我都没怎么吃，因为我都吃宵夜。你早睡还是晚睡？我晚睡。啊，太好了，我都3点在吃宵夜。我真的大概快6点，真的有点晚，这有点晚。吃早餐了已经。对。哦，那可以。快点啦，问一下啊！你有没有想知道谁的感情线？小鹿有感情线吗？哎，你第3个选小鹿对不对？没有，我第3个选 Chris。他被选走了。没有，是我先选的，但是我没有选他。哦。我只觉得他蛮活泼，想知道他有没有感情线。那你再问一个，不行。啊？为什么？你再问一个。那你自己有感情线吗？我自己吗？我就是第一个就是跟 Chris 出去约会嘛。对啊。然后跟那个 Scarlett 出去。但2个比起来，你比较喜欢谁？2个比起来比较喜欢谁？有没有比较感觉比较好的，频率感觉比较对的？如果是真的是讲话，然后可以一直讲一直讲，但是又不是姐妹感的，应该是 Scarlett。哦。对，但是 Chris 给人是另外一个感觉，他的感觉真的蛮酷的。我觉得就是平常不会遇到这种人。哦，这种类型，对你等下就会知道。整体而言，跟娜娜这样聊完5分钟的心得是，可能真的要出去认识一下，不然可能之后就没有了，因为那就是一瞬间的感觉。我觉得你等一下一定要问他一个问题，进来说。你一定要问他明天想要跟谁约会，然后看他跟你讲的有没有跟我讲的一样。我不想知道，因为我觉得他讲的那个他不是真心的。哪个不是真心的？你先问嘛。我不想知道。你问嘛。他就不想知道，为什么要逼人家？那你想知道什么？你就看聊天自然的 flow。对，我现在还没有想知道他想干嘛，就是先认识就好。很 aggressive。对啊，他就是一个很 aggressive 的人，所以不需要另外一个。他搞不好你一进去就说我勉强跟你约之类的。对，我想看他发疯的样子。就是不是那种，所以你要问他说，我觉得5分钟有点难发疯。对，可是我觉得你们出去约会，你就可以看到他发疯的样子。那就如果有机会约会再说。哦，有趣。娜娜一直很希望我可以问她说，她现在最想出去约会的对象是谁？娜娜说她觉得佑把她当成一个挡箭牌，因为她觉得佑对她没有兴趣。可是当她问佑现在最想约会的是谁的时候，她回答的是娜娜。所以娜娜一直很希望我去问她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在楼下跟娜娜辩论了一阵子，因为我刚刚说我没有想要知道这件事，因为对我来讲就是第一次见面，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想知道，以及我想聊些自己生活比较有关的事情。对，那你们5分钟聊了什么？我只是感觉就是因为你觉得你是烟雾弹？对，我是烟雾弹。我觉得我是烟雾弹，我是超大颗的烟雾弹，巨大颗，然后我想要挖，但是挖不出来，因为那烟雾还在炸，超烦的。对，所以你觉得他想要约的不是我，但是他说是我这样子。
哦，对，我靠，我就直接全部讲出来，我更是大嘴巴。还是因为他可能就只有想要约两个人，有时候不能讲吗？那怎么没有约你？可能是我说我喜欢有阴气的，然后他觉得他没有阴气，我不知道。他就是想要 Chris 的，我觉得。哦，所以他可能只有想约 Chris，然后他约了两个其他，L 吧。对啊，我觉得他才是 Chris 啊。我觉得你的推理是对的。我真的这个眼神好可怕。我真的觉得我是烟雾弹，因为我刚刚就是因为我很放松，所以我就这样靠在旁边，但我也不是想要贴近他，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举动可以让他自在一点。那你知道自己是烟雾弹的心情是什么？我就是想挖而已。好会仿。对。然后你说你这样很 chill 的靠着，然后呢？就是我希望他不要烟雾，不要浪费时间，直接进入正题。你节目组啊？你跟小鹿要不要组？就是双人主持。但是他有问小鹿然后但是我就问他说，但是你为什么你没有选小鹿跟你一起，就是5分钟？然后他说，他说什么？他说，反正我觉得小鹿是烟雾弹。小鹿也是烟雾弹，对，所以他跟你他不讲，他都不讲，他5分钟讲了一堆烟雾弹。 OK。今天来有什么样的感觉？极度紧张，很紧张哦，超级紧张啊！就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过啊，第一次。因为我去年就是有自己在国外独旅4个月这样子。哪里？我去了很多国家，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印度。对，然后我就想到我一个人在印度活了20几天，我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你很强，就我喜欢探险。那你目前去过最喜欢哪里？最喜欢哪里吗？我觉得还是西班牙西班牙，我觉得西班牙真的很热情，就是在那边我就是有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我在那边待了2个月，美好的艳遇，没有艳遇啊，没有艳遇。我跟你讲，我出国前出国前的时候我还去算命，算命老师跟我说我会有艳遇，说我会跟外国人聊天，欧洲都玩完了，结果一个都没有。然后我人已经在要往印度的路上了，然后我想说，该不会是印度吧？我想说是吗？不是，没有，都没有，这都没有啊。有些人一讲他的故事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跟这个人的生活是很有落差的。那有些人你就会在他讲的言辞之中发现一些共同点，或是你会想了解的比较相似的东西，觉得跟他的生活应该是有一些相近的地方。他感觉很喜欢出去玩什么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出去玩。那你刚刚另外2个选谁？因为我不太我没有记得。我选了小泽跟那个九绪哦。那你选择他们俩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蛮看眼缘的人，就是我很喜欢，就是看着别人的眼睛。对。当我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可以发现他在跟着我看着我眼睛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是真的有在真正的沟通。对。然后刚好可能我喜欢大眼睛吧。你喜欢大眼睛？对，可能不一定，但是就是在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跟你讲，我很重视沟通这一块，我非常重视交流这一块。比起所有的外表，还有一些很表面的体贴什么的，你比较在意就是真诚的交流，可以深度对话。对，就是好像我在感情中也不是那种很需要别人照顾我，或者是我一定要照顾别人什么的。所以外表是其次吗？外表当然还是算是先过这个坎之后，对，有过了再来讨，就会很着重特质这样子。对。他讲话的时候会一直看别人眼睛，而且他看别人的眼睛的那种是跟 Chris 的感觉不一样，因为 Chris 也会看别人眼睛。讲实在话，在这边的话，我觉得跟 Ginny 的眼神对视是可以最快速的。我觉得 Chris 像是他有一些敬畏，1击、2击、3击，他会看完你讲话之后再看你，看完你讲话再看你，再看到你这边，看到你这边。但是 Ginny 他跟你讲话，他就是看你。乐在其中，他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跟他单独聊天，还是在群体的时候，我都可以看他眼睛说话。就是我有跟他分享说，就是我很喜欢看着别人的眼睛聊天，然后我有发现他也是会这样子的人。某一点来讲，我觉得刚好是符合我的需求的。至于聊什么内容，我有点忘记了，因为他眼睛太漂亮了。整体的感觉就是很开心。嗨，你好，你好，我加油吧。你现在比较活泼，刚刚大家在的时候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那个。对，我在登出状态。你平常都比较矮吗？如果2个人的时候比较 E， 可是如果是一群人，我想说，我就可以发个呆。那我蛮类似的。真的吗？我也是这样。
就很怕大家目光在我们身上。对，而且一直聊天很耗能，所以超级对，所以通常会选择节能，除非是比如说两个人，减碳对对，这么环保。对，除非是两个人，比如说有出去约会，我会说比较多话。你之前在一起过几个对象啊？女生的话有3个，我国中是念女校，所以那时候交往1年的，然后再来是大学3年，然后后来是近期的7年。7年啊？对，7年。然后中间我去国外，但是因为从大学后来，我那时候算是很迷惘，所以我想说，我就跟男生试着交往看看，所以我就交了3任，然后都很短。是留学吗？对，我去美国1年，然后我去澳洲念了硕士，我在那边待了3年多吧。你在澳洲哪里？我在澳洲待2年嘞。真的假的？我在 Brisbane， 我在雪梨啊。虽然我是有去雪梨玩，所以你是去念书？没有，我是去 working holiday， 但是我待2年。酷，我没有去那边啊，真的，我超想回去的。我觉得雪梨好冷，因为我那时候去跨年的时候，好多印度人，你知道他们那个不是有个桥吗？很热啊，那时候是夏天呢。但是很冷哎，它晚上的时候超冷。你是不是没有6、7月去过？超级冷。哦，对，我没有6、7月，因为我很怕冷。哦，居然，很巧哦。对，很巧哎。所以你不是在家，就是出国玩？对，就是现在目前是这样子。好棒哦，表示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啊，也没有了，还好，就自己还可以活得不错这样。看起来活得很棒。那如果你明天要选一个人约会，你要选谁？不要说我哦，不要客套。我应该是会选娜娜。因为我觉得她的氛围蛮活泼的。那你有感情线了吗？现在目前有就是新选1号这样。就是我有跟小鹿约过约过会。我那时候还在好奇小鹿有跟谁约过会，就是我。所以我算是了解他比较多，跟别人比起来的话。那你觉得小鹿是一个私底下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了解吧。可能会小时候问你的感觉。他是一个很贴心的人。可是如果你深入了解他，你可能会觉得他会给你的感觉不同。就是那你觉得你跟他有火花吗？哇哦，是我问你还你问我？我问你啊，这不是双向的吗？那你觉得明天你跟娜娜会有火花吗？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很会问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你还在厘清中吗？毕竟也才3天。OK， 他吸引我的特质就是很做自己，很坦率，感觉很乐天。就问他说：“那你们有火花吗？”他说是很开心。但我觉得这是女生的笼统官方回答。对，所以其实我也没有问出什么所以然。后来我选择他聊完这5分钟之后，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变近，就他也变得比较就照顾我嘛，就可能光是我去拿个水，他就会陪我，就跟他相处起来，我就会很开心，就会自然而然就想跟他讲话。他吃瓜了，换另外一位吃完瓜回来了。你有问他一题是，如果想叫他选一个约会对象是谁？当然。你觉得有跟我们刚搭的猜测一样吗？不一样。你说跟我猜的不一样？你猜谁？我们现在在讲同一个东西吗？对，他猜 Chris。不一样。你只叫他选一个吗？对啊。真假的？不是你，他真的没有说话。因为我刚不是跟佑聊吗？因为我今天选的对象是娜娜感觉是想把他推给 Chris。我觉得佑超看不出来他喜欢娜娜这个事，我也看不出来。可是他刚刚有提到他喜欢什么样的外貌的人，比较中性的。我就我也听不懂，反正算了，国外回来都怪怪的。你怎么知道他从国外回来？我刚不对，他有去深度旅游了。不是啦，他呢？对啊，他在哪里？他墨尔本在聊。嗨，안녕하세요。감사합니다。嗨，你好。你会讲韩文哦？啊，不会，就我讲完了，我全部的韩文跟刚刚已经。OK。还有什么？
我忘记没有了。那你还会讲其他语言吗？除了英文以外？啊，はじめまして。啊，私就是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没了，就这一句。很会，就这一句，没有，很会表演，可以 Q 表演。对，没错没错。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刚刚聊什么？你想知道吗？看你想不想分享，或是你有想要聊别的都可以。那你想问我什么问题？我们先从这个切入好了。你对于感情的部分是，例如像因为你刚刚有说你是比较需要一点时间的，那你这个需要一点时间，你是可能是他们有聊到说什么？也许在外形上，他第一眼就会很明确的知道这个人是可能的可以日久生情的区域，或者是没有，他就一定会是我的朋友这个区域。你会有这种很明确的感觉吗？会啊，也会有这个很明确。那你通常是怎么样去发展成一段关系？这个真的，因为我单身有点久了，就是快要5年了。好，你还是自己告诉我了。对 ，OK， 因为我知道了。就是我一定要先跟你讲原因才可以。所以就是单身了这么久，就是让我就是变得去经营感情这块，或者说区分这个人到底是喜欢还是什么，就是有点难再去训练这个技能吗？我不晓得，而且我也不玩交友软体，所以就是生活中我基本上我根本不可能认识女人，然后再加上就是我的生活圈，基本上不可能会有女同，对，就是包含就是过往的生活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你来这个节目是很希望可以借由这个节目找到对象吗？当然是很希望啊，但我觉得我也不是那种很硬要的人，不然我也不会单身那么久，就是我不会说硬要，就是一定要找一个从里面挑一个我喜欢的，或者从里面挑我比较喜欢的这种。我觉得但是如果可能有机会的话，你就是有点像来把握这个机会。对，希望可以把握机会，然后非常理解，拓展自己的舒适，不要再待在自己的舒适圈的感觉。对啊，我觉得九旭感觉是一个蛮逞强的一个人，不管是对生活、对自己，好像都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期许去做，好像很逞强的那种感觉。这也可能说不准，就是一个感觉。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不知道，我看着他的眼睛就有这种想法。我是一个 F 人，我是感受派的，感应派的。你好，我是在你随意，希望我坐哪？都可以，你坐着吧，大家都坐着。好，那我就坐这。为什么会很尴尬？没有啊，听说你是不会尴尬的人啊，现在尴尬了，有一点小尴尬。为什么？没有，就不自在啊，还在紧张中。这样子啊？那你刚才跟他们都聊什么？不知道就对方如果很外向的话，我就也会很外向。但你感觉是比较闷骚那种类型，所以你也会听着不顺的时候很哀的这样子吗？你感觉比较哀啊？我是哀的啊，对啊。Chris 的话让我觉得他是在哀人里面比较主动的那一种，就是他知道自己在干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蛮好。可是我跟他有很奇怪的氛围，就是我们两个要讲话的时候都很沉默吗？有一段时间突然没有讲话。但我很少会跟人家这样子。你看起来，不然你说。我想说，因为我刚刚有听到你好像前面有跟别人出去约会。我这2天都有跟人出去约会。你感受如何？他们都是可以继续认识的对象，不过会有一些我觉得的硬伤。请问何谓硬伤？哪一些硬伤？我可能会有点在意年纪的差距或距离。在意年纪的差距吗？代表你的年纪应该……我说老人。了解，我应该也是老人。这边比老，应该差不多啦，差不多。你看起来蛮年轻的。谢谢。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就你看起来其实蛮韩的，但是不要官方。没有，就你看起来就是很韩，但是我没有想到你去杭州，你是常去中国玩吗？我是刚好这2个月都去中国玩，所以才只是刚好。我2月的时候去马来西亚，就去庆生，这样还蛮好玩的。那还会想要再出去吗？任何地方？现在就是比较想要以旅游为主。我今年计划就是1个月飞一个国家，这样，或者去一个地方玩这样。他每个月出国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你吗？未来要发展的话，我感觉会耶。但是还是可以认识一下，看一下为什么需要他每个月出国？你是出差吗？出差的话可以理解，我也是过过那种生活。但是每个月出国玩吗？那每个月出国玩，到底什么叫每个月出国啊？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意思。试问一下，请问你们的假有多少？我的假吗？对，我不用受人家限制的。你是我自己就是自己的，没有啦。
对啊，不用自己就是自己的老谦虚板，没有啦，真的啦，就是我现在就躺平啊，这样，就是每天这样子爽爽过，软软烂烂的这样。对对对，软软烂烂的，然后还过得去，所以就蛮爱花钱的。我是蛮爱花钱的人，看得出来吧？看得出来，没有常住，没有常住。你有那么多假哦，很想知道你是做什么。然后说哦，我是自己做主，但应该就是能想象到的那些。就我们两个都感觉好像很紧张，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交流。应该说，我觉得经过这个谈话，可能某些评估的部分，我觉得哦，好像是可以试试看的。就是相较于我听了几个约会对象讲的那些背景资讯，我会发现啊，这个 checklist 上面有这么多东西，这个过，这过，这个也过，但这个直接全部没过了，然后下面就不用看了的这种经验的话，我到目前觉得应该都是过的，所以会觉得有机会。现在就是床伴的选择时刻。好，那今天多了2位新人嘛，那也会参与在这个其中。那规则很简单，就是你们手上有2张红色跟白色，那请写下你们的第1、第2名的好感对象。第1名写在红色的纸上，第2名写在白色的纸上。那红色呢，第1名他会得到3分，那白色的话就是1分。那我们等一下会统整，分数最高的人可以优先选择床伴。我今天有兴趣的对象，白色我是写给星辰的，而且我也算是非常忠于自己的选择。红色那张的小卡我写 Chris， 然后白色那张的小卡我写小哲。他的脚趾都是 Hello Kitty。你喜欢 Hello Kitty 哦？蛮喜欢，蛮可爱的。还有呢？就这样。你很难聊哎，难聊渔港。我知道。我就说你们2个会来电啊！我刚刚讲南寮渔港，但我没有讲出来。不是我就他在心里说你们会来 OS 我电听到，我帮他讲出来。我就说你们会来电吧，我帮他讲出来了。我就干你什么事啊？我就说吧，我就说吧，他想参一咖。哦，其实我还蛮想跟他出去的欸，就是他都要接我的梗，他就会说什么剑潭捷运站，为什么南寮渔港，然后这些都是我会讲的白痴话。只是因为就是这边在场的没有一个人会接我的话，顶多大家不是笑就是干笑，或是不回应。有时候自己讲的时候觉得有点尴尬，我就会尽量的收。我就觉得啊，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跟我一起玩，我会蛮想跟他玩的。那我现在来公布刚刚的分数，第1名呢是娜娜，你可以现在选择今晚要睡的床伴。娜娜好厉害哦，娜娜真的是强者王者哎！知道自己第1名的想法就是很开心，我真的很想选床伴，又不想被选，我不想要跟我不想睡的人在一起睡，所以很开心我有这个选择机会。我当时觉得他应该就是会选我或小鹿吧，因为我们在聊的时候就是大概有知道他可能比较有兴趣的对象。我想要跟小鹿睡。我想要知道娜娜为什么会选我当床伴，有可能只是想说一起睡比较放松吧，就是可以乱聊天、讲干话这种的。蛮想要跟小鹿有一些相处时间之外，我觉得小鹿是一个私底下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也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床伴就是可能比较静下来的东西，我可以去认识真正的他。然后同时他也算是想要约会对象里面的人，就会觉得出去约会会不会是会有一层需要比较硬一点的那种氛围，但在床上就是超级松弛，然后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感觉他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比较展现他真正的自己，然后比较自在轻松一点，他可能会比较开心吧，聊天的内容。那要选择哪个床位？没有，我没有特别想要哪个，你选。想是双人房。我觉得我没有选 Scarlett 的原因就是，跟你讲，就是距离产生美，不要再睡在一起。觉得就是他要有个人空间，因为前面讲到要有个人空间嘛，感觉 Scarlett 没有到很想跟我睡吧。你会希望他会选择你吗？还是会期待啊。刚刚的第2是小鹿，但因为被选择了嘛，那我们就现在是第3。第3呢是 Chris。请选择。选不选其实也无所谓。李恩。
Chris 选我当床伴的时候，我超开心的，就是开心到想要装作镇定，可是还是唱歌了。我选择跟李恩一起睡的原因是，我觉得我最后会回到单人床那边，所以我先选他，应该算是安全而且合理的选择。下一位是小哲，那小哲，请选择。我选九旭，然后选同样那间。那九旭你睡在原床位很柔顺，好柔顺，太开心了，没有打结哦，没有打结，太开心了。我蛮想继续跟九旭住的吧，我觉得我们蛮适合住在同一个房间的。好，下一位新来宾佑，请选择。那我现在已经，哇，现在太难了，我想一下哦。好，那我选他。好。我还蛮意外新人会选我的，但也很棒了，有更多机会可以跟新伙伴聊天。好，那下一位 Scarlett。那个还剩谁？剩这边。那我选 Jenny。我觉得他第一天来，如果没人选很尴尬，所以我就选他。选床位的时候发现我是最后一个，然后之后就现在心动讯息，请一样发讯息去写给你想写给的人。Chris， 有想要换谁的床位吗？我想要睡单人床。你要跟谁换？那我跟你换。你是还在原本的房间，但你会跟对啊，但一样同一个房嘛。对，但我想睡单人床，可以吗？都可以。你愿意吗？好，我都可以。好。Chris 在那边选我当床伴，然后他后来那边一波三折，在那边说什么我可能会跟他同一张床，那这样子可能就有机会可以聊聊天。可他后来又变成是想要换单人床，就是我们同一个房间，可是我们是单人床。好啦 ，OK， 我接受了。规则跟昨天一样，请把你刚写的念出来，然后不要讲名字。谢谢你带给我的欢乐跟意想不到的惊喜 ，All the best。我觉得我想给娜娜有一小部分原因是，不知道她会不会觉得她换床位或者选了别人，我会不会对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或者怎么样的？我都有跟她说，就是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在很多环节有对她表达好感，我就觉得如果是我是她的角色，我应该会很有压力啦。然后我就是有跟她说，不用太有那么有压力。因为这几天坐在一起，我确实是很开心的，不管是聊天上面啊，跟互动上，蛮温暖的，有一种小小的幸福的感觉。然后今天在那边玩那个贴纸，我也觉得很可爱。今天虽然没能出去，在家度过也很舒适，去夜市也很开心。希望之后几天都能开心度过，也希望有机会一起出去。九旭应该写给我吧，很感谢他一直写东西给我。今天的心动讯息，我就是写给小哲。那跟他相处是真的会让我觉得很舒适，不管是说可能在房间突然就可以可能闲聊，或者是我们看到什么很快可以彼此接话，这件事情是让我很喜欢的。当我从门口走进来的时候，你是第一个转头看我并跟我对话的人，跟你聊天很开心，希望有机会能多认识你。Jenny 应该是写给我的，我们在那个5分钟的聊天的时候，他有跟我提到说，我是他第一个进来就转头跟他打招呼的人，虽然我好像没有印象。然后他在心动讯息有提到说，我一进来你就第一个转头跟我打招呼的人，我想说啊，那应该有很高几率是我。啊，我今天的心动讯息是写给小鹿，因为对他印象就是，对他就是第一个转头看我，然后第一个跟我讲话的人，一直控场这样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我觉得蛮有魅力的。我觉得我是做不到啦，但我就很佩服这样子的人。我知道这样子很辛苦。
欢迎光临。你的感冲跟直率让我很想多了解你，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去吃饭，挂号香菜 OK。我听得出来那个小泽是写给我的，我们有聊到香菜，我觉得很好笑。可能他对我好奇吧，他说他愿意吃香菜，他明明就说他不喜欢吃香菜，可是我超爱吃香菜。今天我讯息其实我就传给 Jenny， 他就说他很敢讲，虽然常是有时候可能会容易失言的那种类型，但是他说他想要什么就讲什么，我会觉得蛮好奇这样的人，因为我自己身边比较少这样的人，所以会对他蛮有好奇，就想跟他出去，然后呢多了解他。谢谢你今天和我约会，很开心能和你聊天。不管这一趟的后面感情是升温还是降温，就是很谢谢他今天跟我出去，就是虽然他没有办法去，就是很感谢他。就是说有点浪漫过敏，但是今天真的很好玩，很好笑，也很开心。史雷本雷超级反差，印象大翻盘，挂号鸭子的鸭。今天结束的约会真的有超乎预期的感受，蛮想把这份感受传递到那边的。我觉得我的心路历程都是写的非常明确的，公开的都让大家知道他是不会想认识他的。我们都有各自有自信跟很自卑的地方，虽然时间有限，但在还有办法固执跟还有机会的时候，还是会想要跟你交流更多。我觉得 Chris 今天的心动讯息是写给李恩，因为只有李恩会跟他私底下聊到可能比较深入内心里面的可能受伤之类的内容。他选择他更喜欢的人，我觉得蛮好的。然后我们就聊到 Chris 的自卑，他觉得其实看到我跟小哲这样在乎很多议题跟争执的东西，他自己说，他说这些都是年轻的时候他会在意跟关注的东西，可是因为他已经在这个资本主义的游戏里面玩太久了，所以他就开始好像也变得有点麻木嘛。然后他说这个是他的自卑，我心里面才会觉得说天哪，他怎么会这样子想？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想法是相反过来的。我以前可能有办法跟他们是一样的人，但我现在很显然就这一块离他们很远很远，这一块我蛮自卑的。我觉得我们在这部分是会有共鸣的，就是包含自信跟自卑的部分，因为很显然我是往符合社会期待路线去走，所以我才会自卑嘛，因为我会觉得我走了这条路啊，即便我不想，但你还在努力，所以我看得到那个吸引人的地方，这件事让我觉得它在发光。说好等你眼睛好了一起出去。我觉得许佳蕾是写给我的，很明显吧？虽然他只有一句话叫我去看医生，可是提前去看医生啊。最后为什么会选择写给小鹿，而不是娜娜？主要是因为我一打开那个聊天记录的时候，就看到昨天传的心动讯息，那我就又尴尬起来。好，期待跟你打炮。我觉得还蛮明显，我们两个今天约会都蛮开心的，所以也不用特地再写一个什么东西给娜娜。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互写的话，就是哇超肉麻，我就是会有点对浪漫过敏，就像他说的，所以我就写给小鹿。今天拍卖的那件事情，因为我那时候眼睛是闭着嘛，但听说是小鹿是第一个站起来的，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说，等他眼睛受伤之后再一起出去这样。但是我有 get 到那个不是写给我的，就是新鲜哦。因为你跟 Scarlett 约会完，对他蛮心动的。但同时两个人又想认识小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哇，这感觉真是太酷，我从来没体验过。所以我才说这个，终于有这种超级让我很有那种有点招架不住的情绪的感觉，就是蛮爽的，又怕受伤害，然后又就是很爽。如果说他们对彼此的绑定感比跟我还要重，就是我是这个 triangle 掉下去的那个 goal 的话，这个害怕就是我怕我自己没有感知到这件事，就会变成好可怜，会害怕，是会害怕。我可以站去那边念吗？站着念。真的现在这个环节不嗨欸，真的很想倒立。
我看新后面吗？没有好，讲完道理，那我先把衣服扎好。不要你先讲啦。他就说这样子，所以我到底要不要道理啊？看你讲道理讲到第3条。讲完道理，那我先把衣服扎好。他就说这样子，我不懂他的反应为什么那么大，就是每个人都是很平静的念出一段话，可是他硬要拖，然后还要躲到后面讲，他在害怕什么？他在害怕谁？害怕自己的感情什么吗？今天看到你换完衣服，就想说跟你一起穿黑色，结果你叫我去看眼睛，看来是我错看你了。OK 的表情符号，哎，不是，我是这个表情符号。夜路走多了，总会三明治。如果可以一起出去玩，应该会很开心。希望这则不要叫我念出来。我道理了，我道理了。不要，笑死！所以结果9天都没有道理到。对于小鹿的有一点点觉得纳闷哦，他跟 Elva 应该是有一点点线在那边，但是他今天的讯息非常的模糊。让他去看医生的其实 Elva， 而且讲眼睛好或不好，跟眼睛有关的，通常也都是跟 Elva 有关系，因为 Elva 的眼睛不太好。但是他后面又提到，说我们今天穿的很像，众所周知，他今天跟谁穿的很像，其实是 Scarlett。所以他到底在写给谁这件事情，我只能说扑朔迷离，我也很想知道。好像蛮惊讶的，就是我没有想到他还看我穿了什么，然后上去换了一件同样颜色的。就他讲到这边的时候，我没有觉得100%是我，因为我记得他好像也对蛮多人感兴趣的。但后来他又说到，就是我叫他去看医生，然后看完医生之后再约会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是我是开心的。我心动讯息写给史嘉雷包，坦白说，心动讯息我有在想要写给2个人，综合考量下来，我想说先写给史嘉雷包。我另外想写给佑，因为我觉得想要跟他出去看看，想要跟他一起搞笑，多认识他这个人。可是我觉得先选一下旧爱啦，没有旧爱那么快。他跟小鹿就是有互相嘛，但是我一直摸不太透他们之间的感觉，因为他们有 bro 过，也有可发展过。Scarlett 的第一天的心动讯息是写给小鹿的，他知道我开上帝视角之后，他马上跑来跟我解释，他对他只是那个 bro 的那个感觉，比较没有注意这条线的，但是今天又好像又不是 bro 感的，那就代表我今天被 Scarlett 选不是那么的稳当的第一名，他可能有他的顾虑。等一下，我怎么可以把线理得这么清楚啊？今天很难得可以一起共同度过很多时间，终于可以好好聊天，也有机会更进一步认识你。希望未来的日子有机会可以一起出去约会。现在我其实有兴趣的，我觉得很可爱的人就是小鹿，但是我今天的心动讯息不是写给他，我是写给 Zoe。我跟 Zoe 没有约过会，但我希望有机会可以试试看。我没有写给小鹿的原因是因为经过这几天的相处，我发现他很会照顾别人的情绪，我怕我再写给他会造成他太大压力。我们发生一些小误会，我的云贴错了，我贴的心情是贴还好，然后我才发现我的一个无心之举让他承受这么大的压力，让我觉得很抱歉。再加上经过这3天相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贴心的人，他非常照顾大家的情绪，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写给 Zoe， 我不想要让他压力太大，他会是我目前的第一名，但是我希望他也可以放松一点，希望之后有多的认识机会哦。真的是差评 ，OK， 哎，什么意思？不是，你有看到我的心动讯息长怎样吗？敷衍王。谢谢你愿意跟我聊聊心里话，想跟你说，能够做出重大人生决定的你，很帅气。我们只是有差别，完全不需要自卑。即使我们这么不同，我还是想跟你多聊天，更认识你。我也会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且让这条路跟你的路找到彼此的交叉路口，希望可以在那里与你相遇。与你相遇，好幸运。
我觉得 Chris 很了不起。他说他小时候其实也是学艺术的，只是他长大之后他做的这个重要决定就是他决定要进入职场，然后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大人这样子。能够做出这个选择的他很帅，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我觉得这好像都是人要去妥协的事情嘛。当你真的有你的梦想，然后你想要去追逐的时候，可是你会发现你不知道你还能够给自己多少时间，然后你还能有多少机会可以试错。然后如果你直到很老，然后都一直没有一个成就，我觉得那个会自我价值感很低落。就是有一部分当然是因为我察觉到我跟他之间的那个差异，可是我觉得更多的部分是我觉得那个差异选择的那个路啊，好像如果彼此选择不同的道路，那个距离就会越来越遥远嘛，蛮悲伤的。哇，有人要来，开心吗 ，Chris？ 我聊得很日常，所以没有那么好说的。我刚刚问了那个新来宾 Jenny 的那个包包，因为她只带了一个旅行包，然后我就很好奇她那个包包是不是她常常拿去旅行的包包。因为我很想说，我刚刚后面跟 Chris 讲说新来宾的包包，然后然后他跟我讲说好无聊的话题，然后之后我就安静。我可以分享，我真的很想分享。那个 Jenny 说她那个包包在欧洲买，她说她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包包爆掉，然后她去迪卡侬花了30到40的欧元买那个包包，她说换成台币才多少几百块，然后她就说很耐用，然后我就说哇你的包包好棒哦，然后结果那个包包好无聊的话题，然后就我其实想澄清一下，我那时候应该是在跟我的左半边的 bro 们在讨论一些很有趣的东西，跟我分享这段话，我应该没有想太多，就回了一句这听起来是很无聊的事情的话，我不是有恶意的，这有点像是我正在讨论什么很重要的事情，突然有不重要的小道消息传来，我说啊这不重要啦，那我再回头聊我自己有兴趣的话题的时刻，所以并不是针对他这个人或他这个话题我觉得无聊。那你觉得他听完会有什么感受呢？如果他有观察到我那时候的状态其实是在跟左半边聊得非常兴致勃勃的话，他应该能察觉到那句话就是无心的话。很抱歉，我不是故意的。我那时候应该在聊一些更有趣的东西。我就觉得就是没关系，我可以终止我的恋爱，真的我不行了，他要去跟李恩在一起吧，真的，我很喜欢那个包包话题，真的，我真的很喜欢，我很在意那个包包，我真的很在意那个包包，就好无聊的话题，那我就觉得好没关系，降温，然后我就想说他应该是比较喜欢创伤话题，然后就想说那好像其实也还好，因为我本来也没有在他的那个选项里。广告时间，如果你可以自己进去恋爱女子宿舍，你会最想玩哪一个环节啊？我全部都想玩现在真的可以了哦。啊，可以吗？现在我们在办3天2夜的线下活动，节目里的环节都可以亲自体验哦。那去了之后会有哪些活动啊？像是羊驼与暴龙、心动拍卖会和真心话大冒险，而且线下活动没有摄影机，不会有被拍摄的压力。这真的很棒甚至不用有跟外人出柜的压力。对啊，在蓝狐盟的社群平台发布日期后的1周内报名，还可以有9折优惠哦。报名链接可以在置顶留言找到。这样子就现省1180了赶快找我们一起玩。我想要使用这个在心动拍卖会上面得到的奖励。你的奖励就是可以看其中一位来宾的资讯嘛？对，你可以看他的资讯卡。那你想要看谁的呢？我想看右的。你有3分钟的时间看。啊，很少。天哪！怎么办？蛮好笑。哪一点好笑？地雷。他写什么？爱装逼。可能惊讶的是他会去大自然走走，他看起来超不 outdoor 的。好，我觉得我一定会忘记。你是想帮谁看的？我想帮那个 Chris 看的。就今天跟 Chris 聊天的过程当中，得知他对佑是蛮有兴趣的。他是跟我说，今天跟我 update 的资讯，目前只有我知道。然后他特别讲，先不要跟任何来宾讲，就说好。他有说自己目前最有好感的是谁吗？最有好感没有，可是他期待就是更多了解那个佑，然后看有没有办法可以发展成主线。你想问谁？哪一天？我要问新同学今天。他写给娜娜说，希望之后有机会多认识哦。
好。我的心里是觉得娜娜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那任何类型的人都会是她这个类型的人气王、魅力王。那为什么你会选择佑？我想知道佑的心动讯息是，我想知道他的第一印象里，就哪些人是真的吸引他注意力的。好，我想要使用我的心动确认卡，我想要得知有哪些来宾的心动前3名有没有我。第一个是 Scarlett， 第2位是 Elva， 第3位是娜娜，目前就这3位。哦，3位一体，可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任何人的第一名。这好方便哦。所以说我被换走吗？哎，我本来在这啊。你如果本来要换那个。哦。你在单人床是不是？那我不是。没关系，你不是有卡可以行使权利吗？你就现在行使就好了。枕头大战喽！你就现在行使。真的吗？就换一次。好，反正推过去而已。因为我真的非常懒得换，所以我就是我帮你拿。对。我可以，真的可以。出现了一点小变动啊！单人床是这边吗？没有，不是，你是另外一间吗？对，你是那一间的，就是你就是睡 Chris 原本没有，Chris 决定要留在那，所以他跟我换。哦，他想要哪种床？他说懒得搬东西。然后但是后面那个 Chris 好像又想要换，因为他不想搬东西，然后所以就变成我跟他换，就换了新房间，我有新浴室。很开心，真的很开心。Chris 你要离了伤心了啦！啊，我是懒得换那个什么换床位而已，因为我在单人。不是你真的会伤心啊？你真的会伤心吗？没有吧？有吗？下咒吧，还好。我不是不跟你说，我只是想睡单人床而已。这是为我刚刚的温情告白你有 get 到我温情告白你有 get 到？有啊，对啊。怎样双向奔赴了没？有那个。我要跟你讲一下那个心路历程好不好？就是你本来跟我说什么你要跟我一起睡，然后后来就说让我睡双人床，然后让我睡单人床，然后后来又想说那我要不要原本房间？对，我想说好像可以跟然后我想说那个心路新的那个变动，想说就给我转换换一个。没有啦，没有，我现在懒而已，没有别的。对啊，我现在渐渐学会就是要笑看一切这样。但后来又变成是他不想换房间了，他想要睡在他原本的那个房间，搞什么这样？然后他还在那边讨价还价，说什么？可是我的心动讯息都写成那样子嘞，我都跟你真情流露嘞，那这样子应该可以抵消吧？我说怎样当买菜是不是？对，就在那边讨价还价，我就觉得他算了啦，反正就这样啊。小吓到，但是没有到失望。而且我觉得现在也才刚认识嘛，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要让自己太容易陷入那种情境，所以我会让自己赶快尽量用开玩笑的方式去抽离这样子。救命！我也很想知道你们的感情是你们为什么不发展，就好好的让我看到你们在 focus 自己。有啊，好努力啊，看不出来吗？有，后面我觉得有。有我吗？我想看，稍微有，但前面我觉得就是没有。我现在发展这条线啊，我不努力。啊，真假的？真的吗？啊，真假的？对啊，我现在发展这条线啊。啊，真假的？屁啊，那么快哦！啊，这样我手痛，手痛啊！什么？这样，Rose 不行吗？可以啊，那很好看。什么啦？你看懂了，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不然也跟我可以啊。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想问他们意见这样子。然后我才发现，在他们的视角上，很多人完全不知道我喜欢谁。我在跟娜娜聊的时候，我也知道她是喜欢2个都很主动的人。可是我觉得我比较不好的是，我也要确定对方超级大几率会选我，或者是他对我的好感度也达到某一个程度以上，我才会更有勇气去做那件事情。所以我就有问他，他就说他觉得是的，就是在他眼里看起来这就是不积极。然后他今天就一直练我，一直练。可是床伴不代表什么，其实。哪有啊？我觉得床伴代表很多东西耶。我觉得床伴不代表什么。啊？我觉得床伴代表很多。没有，有些人是真正喜欢他不会选他的。对啊。像
会紧张啊，对吧？是吗？就是最有兴趣的一定不会怎么想办啊。是吗？对啊，我认同。同意。但是要在就是距离偏近的地方。距离偏近。哦。我觉得你很会分析。距离偏。然后我都没在玩这些策略，我就很直就是所以对方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你也很妙啊，我觉得你也很妙。我光你表情，你亮确实要，你眼睛亮超大。是你那一瞬间超好笑，你的表情超像直男的。对，你超好笑，你表情超像直男的，你就整个就是看到正面样的我。讲大声一点，要听。他都已经听到了。装傻吗？装傻吗？怎样？极限了，不想回复。睡不着。干脆就起来聊天。太长了。没有，其实也不是太长，我觉得是我自己那个不舒服，好，有一点点，我觉得腰好像怪，好像月经快了，可是还没来。对啊，吃止痛药会好一点吗？我现在应该是还好，只是初期的这样。还是要帮你找？没关系，真的。真的。我想说，我之后我再自己拿就好。好，那我不理你了。你需要帮我那个？你是我们这间房吗？我是我的行李箱在这。啊，不行吗？就没有还有。你腰现在会痛是不是？没有，是一阵一阵的。那你觉得用这个擦这个肌肉酸痛的药膏会有用吗？应该是还好。对，还担心我啦。我先让你放床头柜，你要再拿，没有的话就明天拿走，反正我明天会再接。因为这个韩国的听说很有用，然后放在这里好了。你要怕光吗？就是不喜欢暗暗的睡觉吗？我想说他们都关灯就还好。是这个热敷眼罩给你，你先放着，反正不会用我就明天拿走。是那个睡觉。那你休息。再来Chris晚安，拜拜。就是其实 Chris 跟小鹿都有发现我睡不好，然后又起来，后面进来发现我没睡的时候，又就想要给我药啊，还是什么酸痛的东西。那我当下就有一点觉得说对我太好了，然后我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平常都人家没有特别这样对他吗？还是他都是照顾人的角色？所以我就会可能也想感谢他，然后顺便可能提醒他，希望他自己可以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就是不用一直扮演好可能真的很贴心的角色，就是要照顾人家这样。那我当下就有说真的没关系什么的，但是他就说那我还是放在这里这样。你怎么知道不行？他们都湿掉了，而且他现在是缩头，你确定？还是你说好？你们大家都在厕所做什么？你们这么多人在厕所做什么？你干嘛？想干嘛？想干嘛？想干嘛？为什么你们两个都在看？那我可以碰触你？可以。你不会不舒服？不会。还是我亲他一口？也可以啊。真的假的？就是我要亲你。来，那头亲一下。老师，我有事情要请教你。学生你好，学生你好。好，你好。走投无路来找我啊？对，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不然也不会来找你。你应该不想找我吧？其实。对。这个感情咨询吧，他有给你什么？他给我很多哎，我觉得我有一个直男哭，我真的人生崩坏。我超难吃的，就拍到的时间，我不要，对不对？哭成这样。如果你还看不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1个月只要100块钱。然后我就超级不想
去机密公园。我本来在拍那个拍卖的那个前面，我停顿超久，因为我超级不想去机密公园。要讲什么？就是具体到底是什么对话，然后让你觉得好像有点压迫感。我不要说他旁边，他可能现在有点压力，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幕后花絮、来宾们参加节目前的面试片段、完整版的约会内容，甚至是来宾们观看播出后的第一反应。但你要注意，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户的话，请不要从 YouTube 的 App 购买会员，这样会被多收50块的苹果税哦。所以建议可以从其他的网页浏览器或是电脑直接购买哦。